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好久没有做这个系列的节目了。最近呢，和两个大叔聊天的时候，我们提到这个坚持的力量，我就在想啊，我确实这个人很多时候做事情都不够坚持啊，容易为一些五光十色的东西所吸引啊，然后转变太快，一个东西做着做着，发现它好像成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放弃了。就这样，其实确实少了一些坚持的力量。我今天呢，突然觉得，就是我还是要重新捡起一些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的这些东西。就比如说这个边走边聊这个系列，其实我挺喜欢的。就当时好像做到后期的时候，流量有点不是很好，我就有点放弃了这种感觉。其实这个边走边聊系列带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愉悦感是在哪呢？就是其实我是在把我这个思考的过程用文字给说出来而已，而且轻轻松松的这个状态，这是我很享受的。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系列捡回来吧，继续做。而且新的一年了，我希望是一个新的开始啊，马上就新的一年了。对，我最近把我和老婆这个做的这个中文播客系列也捡回来了，所以在这个中文播客之余，我就想做一个我自己的独立的单元的东西。在室内一直坐在那块儿说话的话，其实有时候觉得略显无聊啊。两个人其实说实话就是你来我往的开玩笑啊，挺好玩的。但是一个人坐在那块儿就是巴拉巴拉巴拉说半天啊，也挺无聊的吧，说实话啊。所以出来走一走，感受一下外面的空气啊，有点凉快。最近其实西安也不是特别冷啊。我发现呢，好像最冷的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咱们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啊，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这种系列视频的一个状态。为什么这么喜欢？就是因为可以这个天马行空啊，信马由缰啊，东拉西扯啊。就是我想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学习中文的时候，态度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啊？其实当然不止学习中文了，学习任何东西都是如此啊。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老婆昨天的晚上把我儿子给狠狠的训了一顿，批评了一顿啊。就是这小伙子吧，太骄傲了啊！我们中国人都会说尾巴翘上天了啊，因为他确实语文、数学、英语整体还可以，但是说实话，小学的这个难度吧，它也不是很难，对不对？还就稍微有点灵气点，基本上都还可以。但确实呢，他因为可能有些东西，比如说英语接触的早，自己又有独特的这个自学的方式。数学的话，确实他妈妈给他报了一个类似于这个奥数的这么一个老师，上线上课，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上了，所以他的这个在学校里展现的状态，就是上课的时候会觉得老师上的有点索然无味啊，太简单了对他而言啊，所以这导致有些结果就是他不够认真的去对待这些事情。你上课不认真啊，然后写作业的时候胡乱的写啊。你也不是说每门都特别出色啊，就是已经到特别拔尖的水平啊，所以这让他妈妈非常的恼火啊。特别是看到昨天写那个卷子上面的字儿啊，真的是就像被鸭子的脚给踩了一样的那种状态，太丑了啊，真的是太丑了。就是你有些字儿不好好认，都根本辨认不出来啊。你们可以想象自己写中文的时候的一个状态，才开始写中文的时候一个状态啊，而且是不是很认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，连笔满天飞啊，所以他妈妈把他训了一顿。我们最近也确实在想挫他的锐气啊，就他当然一方面是有些灵气的，我们觉得他也挺聪明的，但人就是这样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嘛，就是你要过分的，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总觉得自己只是够聪明就行了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吧？这世界上所有就是每个领域做的最好，肯定都是最聪明的人了。那这个世界的机会都留给最聪明的人吗？未必如此吧，对不对？
比如说有一些天才型的人，对不对？他确实特别聪明啊，在学术上啊，在科技研发上啊等等都特别聪明，但你会发现他在人际交往方面特别的烂，对不对？有些孩子他的聪明劲儿可能体现在别的方面，对不对？未必是学术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最终就是能取得一定的成就，我们不那么功利的话，就是最终在这个世界上能过得比较快活一些，能享受这个人生，而且能得到很好的反馈，一定是因为他不仅仅是聪明的，对，不仅仅是因为他脑子活的，一定是有一些别的东西。比如说就是我现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态度，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态度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学习，对不对？不只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，我们还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去解决它们。比如说我们在做大叔中文的时候，其实我现在和茶叔在开发一个网站啊，要自己建一个网站，其实是挺难的，说实话，就基本上从头开始啊。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烦躁啊，因为总是弄不好，然后甚至想把电脑给砸了啊，那个时候但是我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出来，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。那我现在其实可以结合这个 AI 啊，我有些问题问 AI 啊，让它帮我理清一些思路，后来就一步一步的试着去做，最后发现基本上都理清头绪了啊。现在这个主页已经做出来了啊，整体风格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这个因为就是我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态度其实是非常的积极的、认真的、坚持的。我认为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做好。我不会觉得就是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点难了，我就放弃了，因为我没有这个退路。我不觉得自己就是我可以往后退一退就无所谓了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还是需要去调整自己，克服困难。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吧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克服问题的能力。我们很多人就是本末倒置了吧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觉得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，总觉得孩子嘛会做题就行。但做题其实有些东西是有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在里头的，这个其实不是我和他妈妈特别看重的。咱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学习中文上来吧，果然是喜欢绕来绕去，绕了一大圈，终于回来了。我们很多朋友在学习中文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态度不够端正，就是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学习语言的天赋是不一样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我发现就是走上坡路的时候，我经常有些气喘，我老了没？运动太少了最近啊，就是我们不能自视自己的天赋比较高，对不对？掌握一些东西比较容易，我们就小瞧这个事情。其实很多就是往往中文学到最后学得特别好的人，他并非是那种就是特别聪明的天赋特别高的人，而是能坚持的人。甚至我会说有一股傻劲儿，就是坚持的这种傻劲儿，这种人反倒是最终能取得比较好的成果的这么一种人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是，我是觉得很公平啊，老天爷非常的公平。他给你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同时会让你缺少一些东西。比如说他非常聪明，但可能会有些东西故意不给你，比如说这个坚持的劲儿，比如说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，对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这种状态，他都不愿意给你，所以让你可能只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，做着做着你就放弃了，你觉得没有意思。很多人完全做事情
是以兴趣为驱动的。当然，兴趣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事情，假如没有兴趣，那说实话要做好是非常非常难的，因为你每天这个是有些人说上班呢，就像上刑场一样，对不对？又没有兴趣。假如你学习中文的时候没有兴趣，比如说你是一个被外部因素逼迫着你不得不学习这么一个人，而且这个外部因素它未必能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反馈。比如说你父母是中国人啊，你是一个华裔，对吧？我不是说你是已经长大的孩子，你还是比较小的孩子，你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一点都不享受，你觉得也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国家，我又不需要说中文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外部的力量在推动你的前进，就逼迫着你去做这些事情，这个时候你是非常难受的。所以假如学习中文是你一个兴趣所在，或者它其实能带来比较好的反馈，就是说中文学会了能给我升职加薪，对不对？找到更好的工作，对不对？给我的生活注入一些不一样的这些状态的东西，那肯定是好的，有这样的话就有了动力。但是仅仅如此，它可能真的不够。就是我们有时候太过聪明，这个其实好像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啊非常强调的一点啊。因为中国人，我记得有以前说过啊，看过一个故事，就叫做伤仲永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个小朋友叫仲永吧，就是觉得他的人生经历挺让人觉得悲伤的那么一个状态。为什么？他小时候很聪明，对，是个天才儿童。但是长大以后呢，泯然众人矣。什么意思？就小时候特别聪明，长大以后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他并没有特别出色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太骄傲了。我们就会发现，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教育里头，对这个坚持的这个态度啊，就是特别的强调。比如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啊，他学习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文化人、读书人，或者说书生，对不对？你要学习的东西不只是写文章啊，对不对？写诗啊等等，或者你有至于这个做官的话，你要学一些经典的理论等等啊。其实有一个方面的技巧，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需要去学习的，而且特别的磨性子，是什么呢？练习书法。而那个时候写字都用毛笔字写的，对不对？你需要一笔一画的去学习，一开始的时候去临摹，跟着就是之前的一些大师他的作品啊，因为有那个拓印的嘛，就是比如说有个大师的作品写得非常好，有些人雕刻下来，然后拓印下来，对，可能做成这个教科书，对不对？让你去跟着他临摹，一笔一笔跟着他去临摹，然后需要练很久。这些事情它其实都是相通的。这个事情可能未必说你真正最后书法能练到多高的境地，能写得多漂亮，但是他会教会你一样东西，就是坚持的力量。其实我儿子，我和大家之前也说过，就是学习魔方啊，很喜欢魔方。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兴趣驱动的，就通过真的，他一开始在学习魔方的时候，我都挺吃惊的。就是那个孩子，我是觉得很多时候会完全以兴趣为导向，就比较复杂的东西他好像不是特别感兴趣，可能那个时候也有点偏见吧，我觉得这个要拧来拧去挺复杂的，但是他想不到非常的喜欢，而且也和他妈妈就一直陪着他一起这个学习有很大的关系。就是起步阶段他妈妈陪着他一起学习，通过网上一些视频啊等等啊，但是直到后面他其实真的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驱动力，想把它学好这个感觉。但是呢，从这个学期开始吧，他其实总共也没学几个月，但这个学期开始他遇到了瓶颈。就现在呢，要学一些比较高级的这个公式了，
而这些公式不是说你学完之后直接可以用的，你需要融会贯通，你需要思考，需要把几个公式结合在一起用，你才能最终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，你这个拧的这个速度才能变快啊，就是速拧这个方式。他突然之间好像有点找不着北了，对，找不着这个那种很爽的感觉，就很快速的感觉。一开始的时候从几分钟到2分钟、1分钟等等几十秒这种感觉，其实好像对他而言比较简单，一步步成长很快。但是突然之间需要结合这种已经学的这些公式，然后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的时候，他遇到了瓶颈，他就有点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对魔方的这个热情就消散了，消失了。每天好像就是每个星期是给他报了1节这个魔方课的，但是呢，就是仅仅只是1节魔方课而已。周中的时候偶尔练习一下，好像也是为了这个应付一下我们。他突然之间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以这个兴趣为驱动，突然之间有点想放弃这种感觉，在我们和他妈妈眼里是能看出这种状态的。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动了这个心思，就是说娃既然不喜欢了，为什么一定要逼娃去这样做呢？而且现在课业也挺重的。后来有一次我和他妈妈聊了一下这个事情，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学习魔方它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而已，它真的是一个特别磨性子的这么一个事情。而且刚好来到这么一个时间节点，就是你碰到你的瓶颈了，你的瓶颈期到了。这个时候假如你不愿意去这个死磕它，不愿意花更多时间精力以及你的这个想法去把这个问题真正的克服，那么说实话，可能以后面对这些人生当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少了那股劲儿，你有可能面对难题的时候就会畏惧，会绕着走。对，因为人生当中的所有事情都是相通的，学习是这样，就是弄魔方也是这样。你假如面对一些难题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是你的兴趣，后来你不是说失去了兴趣，你只是突然发现这挺难的，不像自己想那么简单。那么面对这个状态的时候，我放弃了，我不愿意精进自己的能力了，我不愿意好好去用心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了。那么以后你面对人生其他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也就轻易的放弃了呢？放弃会不会变成你一个习惯性的选择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其实就是我想和大家说的地方，就是学习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态度，对，一股精神，一种态度。这个态度其实就是坚持下来，这种态度要认真的坚持。比如说你是一个觉得自己天赋还不错的这么一个人，对吧？学中文的时候一开始还挺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难免会来到这个瓶颈期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所有人都会遇到。来到这个瓶颈期之后怎么办？我觉得就一个字，熬。但这个熬的过程中不是说非常痛苦，而是说你每天都坚持去做一些事情，每天都进步一点点。这些进步它未必能反映出一个非常好的立马能显现出来的结果，但是它在积累，它就像盖房子一样，一开始打地基啊，它是打在地上，你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没有地基，你这个房子是不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，通过我儿子弄魔方啊等等，他还有他妈妈昨天批评他啊等等，我觉得就是让我认识到，这也其实是我内心深处一直以来的一个态度，其实也能回到我自己做视频的这么一个态度。有朋友说呀，我还挺喜欢你做视频的啊，可能你的这个想法和我比较接近，也有很多想法，主意很多，内容这个
也很丰富。但是我对你有一点特别不满意。我说哪一点呢？就是你变来变去的。对，就是我自己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确实少了一点坚持的力量。所以就是为什么前几天和几个大叔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说我特别感谢大叔这个平台，大叔中文这个平台，让我学会了坚持的力量。我们大叔现在已经做到129、130期了，对，一步一步成长过来，一步一步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这个订阅者，喜欢我们的观众。那我自己的这个频道其实比大叔做得更早，我就是起起伏伏，然后做一点东西，然后放弃，做一点东西就然后放弃，不断的探索，到现在越探索越回去了，就是现在的流量越来越低，就是因为我自己缺少一些坚持的力量，然后让这个算法对我这个内容也特别的困惑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新的一年了，我觉得还是调整一下方向，就是继续要有坚持的去做同一系列的东西。对，比如说我和我老婆那个 Elementary 中文播客啊，我们会探讨一些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呀、个人成长方面的啊等等啊、亲子方面啊等等的话题啊。我自己这个边走边聊节目呢，就和大家边走边聊，探讨一下学习中文的这个方方面面，同时它会结合人生中的很多思考。因为我觉得学习中文它只是人生里头的一个方面而已，但是呢，它会反映到人生里头的所有方面。对，人生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，不管你做任何事情，学习也罢，工作也罢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今天就到这吧，再见喽，拜拜。